在中国西南边陲云南省的崇山峻岭深处，独龙族少女曾经因为美丽而遭遇可怕的命运。据村中长老所述，200-300年前，强大的藏族土司经常深入独龙江地区掠夺美丽的少女。为了自保，独龙族人想出了一个残忍却有效的办法，在少女脸上刻下蓝黑色的蝴蝶图案，通过纹面使少女看起来不再美丽，从而保护她们免于被掠走的命运。这种看似自我保护的习俗，却给少女们带来了难以想象的痛苦。刺青过程中没有任何麻醉，少女们只能咬紧牙关，忍受这种如同酷刑般的成年礼。当年纹面时，疼得我想逃跑，但我没有地方可逃。一位年近80的独龙族纹面女回忆道，她是中国仅存的不到20位独龙族纹面女之一，每一位的离世都意味着一页无法复制的历史即将永远消失。独龙江峡谷形如马蹄，三面是直插云霄的雪山，每年有半年时间被大雪彻底封锁。就在这片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不通公路民族的土地上，如今却有了惊人的变化。隧道贯通了，公路修好了，年轻人用网络直播带货当地特产，让这个曾经封闭的世界逐渐打开。更神秘的是，在遥远的台湾山区和越南边境地带，也存在着类似的纹面族群。这些散落在东亚各地的纹面部族，仿佛古老历史长河中断裂的珍珠，近代有心人重新串联起被遗忘的文化密码。今天就让我们走进独龙族的世界，探寻那些刻在脸上的秘密。独龙族的家园被誉为云南的香格里拉，却也是地球上最难以到达的人类栖息地之一。两座巍峨的山脉如同巨大的钳子，紧紧钳住了这片土地。东边是海拔近5000米的高黎贡山，西边是海拔4000多米的丹当利卡山。它们形成了一个马蹄形地理牢笼，只在南面留下狭窄通道连接外界。在这片与世隔绝的土地上，独龙族人以刀耕火种、狩猎采集为生，成为中国唯一的直过民族，从原始社会末期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1952年，作为第一个走出大山的独龙人，孔志清经历了5天5夜长途跋涉，将这个被遗忘民族的声音带到北京。当周恩来总理得知他们自称独龙人后，决定今后就按你们的意愿，把你们民族的族名定为独龙族。就这样，中华民族56个民族中出现了唯一一个带龙字的民族。这片土地遗世而独立，生存本身就是一场与命运的博弈，他们的居住条件也十分简陋。据实地记录，村民们居住在简易的木板房中，40平米左右的狭小空间里，常常挤着3代人。这种板房没有隔间，没有专门的厨房，只有一个火塘，既当炉灶，又提供取暖热量。祖辈、父辈和子女共处一室，吃饭、做事、接待客人都在有限的空间内进行。冬季极寒时期，全家人会围着火塘取暖，甚至就地而眠。独龙族老人回忆，过去很多老百姓的房子基本上都是板房，祖宗3代都是在一间小房子里住。这种居住方式一直持续到近年国家帮扶政策的实施，村民们才陆续搬进了宽敞明亮的水泥新房。每年11月，当第一场大雪降临高黎贡山时，独龙江乡便如同一座被遗忘的孤岛，雪墙高达数米，彻底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接下来的半年，独龙族人只能依靠事先储备的物资维持生计。根据老人们的回忆，那时候我们常常买不到盐，连做饭都很困难。盐、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在大雪封山前变得异常珍贵，族人们不得不用贵重的皮毛和草药来交换这些物资，供漫长的封闭期使用。这种极端环境锻造了独龙族人惊人的生存智慧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他们创造了独特的溜索过江技术和精妙的草药知识。然而，长期的地理隔绝也让这个古老民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成为中国最后一个不通公路的民族，也是现代化进程中最容易被忽视的角落。在现代交通到来之前，独龙族人依靠溜索、藤条吊桥和人马驿道与外界联系。溜索是最原始最危险的方式，一根或几根粗藤条拴在两岸的木桩上，人们将自己绑在藤条上，利用两岸的高度差划过江面。那时候过江只有溜索，
一根藤条拴在腰上，滑得太快会擦伤手，慢了又会卡在江中央。村里每年都有人掉进江里，再也没上来。对于不得不渡江的独龙族人来说，这种生死一线的体验是家常便饭。许多老人至今仍记得溜索缓缓松弛，突然断裂的恐怖瞬间，那是整个村子永远的伤痛记忆。随着时间推移，独龙族人开始建造简易的藤桥，将几根粗壮的藤条并排编织，在上面铺设木板，形成摇摇晃晃的吊桥。这种藤桥虽比溜索略显安全，但遇到暴雨或洪水时，同样危机四伏。桥面湿滑，江水咆哮，每一步都可能是走向死亡的旅程。1964年，一条65公里长的人马驿道终于修筑完成，让独龙族人有了相对稳定的对外通道。但这条路的艰险程度超出了现代人的想象。驿道需要翻越海拔3842米的雪山垭口，山路崎岖，悬崖峭壁，稍不留神就会坠入万丈深渊。曾在人马驿道上奔波近30年的黄成浩父亲和许多民间马帮一起，见证了从1964年到1999年这段艰难岁月。在这35年间，独龙江乡所有生产生活物资全靠人背马驮运入，而且必须赶在每年冬季大雪封山前完成运输。这条维系独龙族人生命的唯一通道，实际上是一场与死神的赛跑。陡峭的山路、恶劣的天气和突如其来的山体滑坡，每年都会吞噬数匹马驮和几条人命，他们的身影永远留在了这条艰险的驿道上。1999年9月，经过4年建设，独龙江公路终于贯通，但每年仍有半年被大雪封断。真正的转折出现在2014年4月10日，高黎贡山独龙江公路隧道全线贯通，这条长 6.68 公里的隧道彻底结束了独龙族半年大雪封山的历史。隧道贯通当天就挽救了一个生命，一个5岁的独龙族小女孩被火烧伤，全身烧伤面积达 45%， 通过刚贯通的隧道及时转运，最终脱离了生命危险。如今，曾经的溜索变成了高速公路，放炮传信被 5G 信号取代，独龙族与现代世界的距离从数天缩短到几小时。这种在短短20年间从原始交通方式到信息高速公路的跨越，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在人类历史上实属罕见，背后是国家政策的倾斜支持和独龙族人对现代生活的不懈追求。当你第一次踏入独龙江的村寨，眼前的景象可能会令你震惊，一群年迈的女性，脸上刻着神秘的蓝黑色图案，宛如活着的历史石碑。这不是简单的装饰，而是一种几乎已经消失的古老仪式——纹面。纹面在独龙语中被称为巴克图，当地人传说，只有在满月的夜晚，才能为少女进行这神圣而残酷的仪式。整个过程秘而不宣，村中男子和未成年的女孩都不被允许观看。在一间隐蔽的茅草屋内，经验丰富的纹面师会用生长在悬崖边的特殊荆棘，蘸着锅底灰或野生植物汁液，一针一针地刺入少女的脸部皮肤。这个过程持续数小时，全程无麻醉、无止痛，鲜血顺着脸颊流下。纹面后，少女的脸会肿胀得像个面具，几周内无法正常进食，只能靠吸粥维持生命。许多少女在这种极度痛苦中甚至昏厥过去，但她们别无选择，这是成为一个真正独龙族女人的必经之路。更令人惊异的是纹面的图案。独龙族女性的面纹以蝴蝶形状为主，从眉心开始，经过鼻梁，扩展到两颊，最后连接下颌。仔细观察会发现，这些图案不是随意点缀，而是有着精确的几何对称和统一的族群特征。根据独龙江流域的地域差异，纹面又分为满纹和半纹两种，中上游地区的面积较大，覆盖整个面部，下游地区则相对简约，只刺唇周和鼻尖。为什么独龙族的面纹偏偏是蝴蝶形状？这与独龙族的灵魂信仰密切相关。在独龙族的世界观中，死去的独龙人会化成蝴蝶，飞向祖先居住的地方，而脸上的蝴蝶纹面就是让祖先认出自己族人的标记。这不仅仅是为了避免被掳走，更是死后灵魂的护照。一位研究独龙族文化的学者解释道，只有带着这神圣的蝴蝶印记，灵魂才能被祖先认出，
顺利返回族群的精神家园。这种信仰让纹面从最初的自我保护手段，逐渐演变为族群认同的象征，最终成为了独龙族女性美的标准。随着岁月流转，纹面逐渐从自保手段演变为族群认同的象征，最终成为美的标准。在独龙族传统社会中，没有纹面的女子不被允许参加重要的社交活动，更难以找到理想的伴侣。纹面成为了少女向社会宣告成年的重要仪式，象征着她们已经掌握了生活技能，可以承担起家庭责任。如今，独龙江地区仅存不到20位纹面女，最年轻的也已年过7旬。在龙源村，曾经拥有39位纹面女的村落，如今只剩下4位老人还带着这些神秘印记。这些刻在肌肤上的民族记忆，正以惊人的速度从世界上消逝。不过，独龙族的纹面习俗并非孤立存在，在东亚的广袤土地上，类似的面部纹饰曾广泛分布于多个民族之间，形成了一幅跨越国界的文化拼图。台湾原住民泰雅族、赛德克族和越南清族等地区保留的纹面传统，与独龙族的纹面形成了神秘的呼应，似乎在诉说着一段被遗忘的共同历史。台湾泰雅族是保留纹面传统最为完整的民族之一，在泰雅语中，纹面被称为 Tosan， 有荣耀之意。与独龙族不同，泰雅族男女都有纹面习俗。男子纹面的图案通常位于前额和下巴，直线条纹象征着勇武和狩猎能力；女子则在前额和两颊纹刻呈 V 字形，人们称之为刺乌鸦会，象征着织布的技艺和贞洁。泰雅族人的信仰中，纹面与灵魂归宿紧密相连。完成纹面的族人死后，才能通过彩虹桥回到祖灵的住所。这种对彩虹桥与灵魂归宿的信仰，与独龙族蝴蝶灵魂的观念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反映出东亚地区某些共通的精神世界观。泰雅族的纹面过程同样痛苦漫长，他们使用特制的工具组，包括木盘、竹锤、颜料罐、排针和刮血器。纹面师会沿着事先勾画的线条，用针刺破皮肤，再将颜料拍打入伤口。这种技艺要求极高的精准度和经验，一个小小的失误可能导致终身的面部变形。在台湾历史上，赛德克族曾因抗日事件而闻名于世。这个曾被归类为泰雅族分支的民族，也保留着独特的纹面传统。赛德克语中，纹面被称为 Paiwan， 意为真正的人。在赛德克社会中，纹面不仅是美的象征，更是人格完整的标志。没有纹面的人不能举行婚礼，甚至在某些场合不被允许使用部族的杯碗。越南清班地区的清族女性则以圆点状的面部纹饰闻名，她们的纹面通常从额头延伸至下巴，形成精美的图案。据考察，清族女性的纹面有6种不同模板，其中最具艺术性的是赖图式，线条细腻流畅，如同脸上绽放的花朵。这些纹面传统虽然在形式上各有差异，却有着惊人的文化相似性。无论是独龙族、泰雅族、赛德克族还是清族，纹面都代表着成年礼、族群认同、灵魂护照和美的标准。这种跨越千山万水的文化共性，似乎暗示着这些民族曾有过某种历史联系。人类学家的研究表明，东亚地区的纹面传统可能有共同的起源。古代迁徙的人群将这种文化习俗带到了不同的地区，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展出各自的特色。另一种解释是，生活在相似自然环境中的人类可能会独立发展出相似的文化应对方式。无论是哪种解释，这种跨境现象都反映了人类文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令人惋惜的是，这些珍贵的纹面传统正在快速消失。在台湾，泰雅族和赛德克族的纹面老人已寥寥无几，在越南，清族的纹面女性也日渐减少。田贵石，一位致力于记录台湾纹面文化的研究者，在过去几十年间走访了上千个村庄，寻找和记录这些活体文化遗产。随着时间推移，纹面文化即将在这些地区彻底消失。面对纹面文化的逐渐消失，各地都在进行抢救性保护。研究者们通过摄影、录像和口述历史等方式，记录下这些纹面老人的故事，
政府和学术机构则建立专门的数据库和展览，保存这一独特文化现象的记忆。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文化保护中，不同地区的研究者们开始跨境合作，共同探索纹面文化的奥秘。通过比较研究，他们希望拼凑出一幅更加完整的东亚纹面文化图景，理解这一神秘习俗背后的共同人文精神。从更广泛的视角看，这些分布在东亚各地的纹面传统展现了人类对美、对归属、对永恒的共同追求。这些刻在脸上的图案超越了地理和语言的界限，成为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特殊媒介，也为我们理解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提供了珍贵的窗口。踏入独龙族村寨，除了纹面女们脸上的神秘纹饰，这里还隐藏着令人惊叹的文化宝藏。火塘文化、卡雀蛙节和色彩绚烂的独龙毯构成了独龙族精神世界的三大支柱，展现出一个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民族灵魂。火塘是独龙族居家生活的核心，在这个常年多雨的峡谷地带，它不仅提供取暖和烹饪功能，更是通向天神的神秘通道。传统的独龙族火塘由3层构架组成，最底层代表人类生活的世界，中间层象征自然界的精灵和神灵，最上层则直通屋顶，被视为连接天神居所的通道。烟雾从火塘升起，穿过屋顶，连接人间与天界，形成一个完整的精神循环。这体现了独龙族人万物有灵的信仰观念，也是他们与神灵沟通的重要媒介。虽然现在国家为村民们盖起了新式平房，但许多老人依然眷恋着传统的火塘。陈建华研究员的姨父就坚持在新居附近重建传统厨房，保留那个承载了他一生记忆的火塘。对他来说，这不仅是烹饪工具，更是文化记忆和家族传统的象征。独龙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是卡雀蛙节，一般在农历腊月或正月举行。这个节日集祭祀、娱乐、社交于一体，是独龙族一年中最为隆重的庆典。节日期间，最引人注目的仪式是漂牛祭祀，由德高望重的漂师主持，选择一头健壮的公牛，在江边举行盛大仪式。族人们围成圆圈，敲打芒锣，挥舞木矛，舞蹈跳跃。祭祀结束后，牛被放入独龙江顺流而下，象征将一年的不幸和灾难随水冲走。独龙族人相信，这种漂流祭祀能够去除灾病，保证来年丰收平安。除了火塘和节日，独龙毯也是独龙族文化中的瑰宝。它由7种不同颜色的麻线编织而成，色彩艳丽如彩虹。经常下雨后，我们能看到彩虹，所以这个毯子的颜色就是彩虹的颜色。独龙族老人这样解释。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一块独龙毯就是独龙族人全部的财产，白天披在身上当衣服，晚上铺开当被子。男人们横着披在双肩，女人们则竖着斜披胸前，袒露左肩右臂。更有趣的是，独龙毯艳丽的色彩还有实用功能，它能对山中猛兽起到威慑作用，让携带者更容易被同伴发现，也让危险的野兽敬而远之。这种将美观与实用完美结合的设计，体现了独龙族人的智慧。24岁的孔玉花从小就对独龙毯特别感兴趣，大学毕业后，他选择回到家乡创业，传承这一技艺。2022年，独龙毯制作技艺被列为云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我觉得，作为一名年轻人，我应该把独龙毯非遗技艺传承下来。孔玉花说，他正将传统与现代设计相结合，开发更多适合现代生活的产品。独龙江流域虽然交通闭塞，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孕育了众多珍贵物产。最引人注目的当属独龙牛，这是一种只产于独龙江流域的珍贵牛种。它们外形特别，头和四体雪白，身体黑色，眼睛周围有黑色斑纹，远看就像戴着墨镜。当地人亲切地称它们为熊猫牛。因其珍稀性，2000年就被列入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独龙族人有一种神奇的驯牛方法，用食盐。独龙江峡谷物产丰富，但缺少盐矿。独龙族人正是利用这一点驯服独龙牛，他们在特定岩石上撒盐，吸引野生独龙牛靠近，久而久之，这些牛就会习惯人类的存在，最终被驯化。在独龙族传统生活中，独龙牛不仅是耕种的好帮手，也是重要的祭祀用生。草果是独龙江另一重要经济作物。
2007年引入后，这种喜爱阴凉潮湿环境的植物很快适应了当地气候，成为主要收入来源。以前一年收入大概4、5千块，现在种了草果，一年能有30万。一位村民高兴地说，草果的成功种植不仅带来经济收益，也提供了比刀耕火种更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八坡村的司文泉是当地著名的悬崖采蜜人，为了采集最纯正的野生蜂蜜，他需要在数百米高的悬崖上作业，面对成千上万只愤怒的蜜蜂，每次采蜜都像与死神共舞。司文泉说，在蜂群的围攻下，你必须保持冷静，精准取下蜂巢。过去他采集的蜂蜜只能自家食用或在当地交换，如今他通过网络直播将独龙蜜销往全国，拥有2万多名粉丝。洞棕粉则是另一种神奇的独龙江特产，它来自棕榈科的董棕树的树心。独龙族人将树心取出，晒干后磨成粉，可做成粑粑，也可熬成粥，是传统主食之一。随着交通条件改善和旅游业发展，越来越多的游客开始走进独龙江，亲身体验这些独特的文化和物产。独龙族人也从传统的刀耕火种、狩猎采集，逐步转向现代的种植养殖、网络销售，走出一条符合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火塘边的故事、节日里的歌舞、彩虹般的独龙毯和各种珍贵物产，正在这个曾经封闭的峡谷中焕发出新的生机。2018年底，独龙族整族脱贫，成为中国第一个整族脱贫的少数民族。从建国初期的直过政策到2010年启动的整族帮扶计划，国家持续关注着这个小民族的发展。2010至2013年期间，国家投入了近25万元人均资金，用于改善独龙族人的生活条件。2018年底，独龙族乡1086户群众全部住进了新房，所有自然村都通了硬化路。对纹面女们来说，这意味着晚年生活质量的巨大改变。独龙江乡的经济显著发展。2018年，全乡人均纯收入从2013年的2236元增长到6122元，增幅接近200%。特色产业如草果种植、独龙牛养殖、蜂蜜采集等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普卡旺村成为民族文化特色村，村民们每家有一间旅游接待房，年租金达5000元。何小勇家过去住在四面漏风的木板房，如今住进水泥房，在路边开起小店，打算修建农家乐。最大的愿望就是有时间去外面看看，去北京，去看西藏。2019年10月，独龙江乡开通 4G 网络，1个月后试点 5G 基站，成功拨通云南省首个 5G 高清视频通话，让这个昔日最晚进入现代社会的民族率先进入 5G 时代。教育的普及和交通的改善，催生了更多跨民族交流和联姻。2022年，独龙族姑娘高英与八坡村驻村工作队的傈僳族小伙黄成浩相识相爱，他们的婚姻象征着独龙族与外界的交流融合，开启了新的生活方式。独龙族从与世隔绝到融入现代，完成了一次惊人的历史跨越。当最后一位纹面女带着她脸上的蝴蝶图案离开人世，独龙族的文化依然会以新的形式延续，就像独龙江的水穿越群山，永不停息。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独龙族的故事提醒我们，文化多样性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尊重和保护。而现代化与文化传承并非对立，而是能够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你是否想亲眼见证这个神秘部落的变迁？是否对独龙牛和悬崖采蜜充满好奇？又或者你想了解更多关于东亚纹面文化的秘密？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如果喜欢这期内容，别忘了点赞、订阅和转发。我们下期再见。